话说3000年前，这天底下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剑仙，他潜心修炼多年，终于证了大道，却不知为何偏偏与那龙族争不住。这世间妖物所化的蛟龙虽多，守护了天下福泽江海的真龙却是很少。这位剑仙整整300年间，竟是硬生生的杀得这世间再无一条真龙。就说这最后一场真龙屠灭之战吧，那可真是打得天翻地覆，血雨腥风。那最后一条真龙陨落之后，其身上留下的滔天气运久久不散。3000年后，那处埋骨之地上便形成了一座遍地都是机缘与法宝的小镇。自此之后，这世上虽然再无真龙，但蛟龙、螭龙等等仍旧活在世上，龙族说不定就隐匿在我们身边。哎，大叔，你看这鲤鱼看着真喜庆，能不能卖给我呀？这鱼我本来是想自家吃的，你要买的话，给多少钱呢？您看10文钱成吗？10文呢？大叔您看您这鱼也不大，烧起来吃还费油费盐呢。您就卖给我吧，白赚10文钱呢，我就是看他喜庆。要是10文钱不成，那15文。哎呀，再不成就20文，这不能再高了。20文少是少了点儿。大叔，你这鱼我出50文可卖？50文，不错。这真奇怪，巴掌大的一条鱼，竟然花50文。这小镇为什么多了这么多外乡人？窑厂也关了，他们也不像是来谈生意的，那是来干嘛的？陈平安呐，陈平安，你就是天生穷苦命，缘浅福薄，哪怕有了机缘，也留不住。知道刚才你让出去的鲤鱼是什么吗？鱼啊！哼，你也就知道鱼了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正月里想往我家里钻的那条四脚蛇？你是说那个一个劲儿想往你家钻，你嫌它丑，还曾经甩到过我家院子里的那个四脚蛇？哼，不错，你可知道那四脚蛇如今如何了？我如何晓得？别闹闹，我挑着回家了。那条奇丑无比的四脚蛇最近头顶生角，怕是要化了。都说寒门无贵子，你陈平安莫说这辈子贫贱人人欺，怕是下辈子也逃不掉。欢迎各位仙家来到这真龙埋骨之地，规矩想必大家都知道，但我还是得多几句嘴。小镇封禁一切术法神通，修为越是高深之人，受到的压制也就越大。若是哪位仙家一时手痒动了真本事，那会有什么后果，就只有看上头那位的心情了。这第二，每个被准许进入小镇的人可以携带3个锦囊袖带，袋子里得分别装上市井百姓用以庆贺上梁的压胜钱，王公每年悬挂于桃符上的迎春钱，以及被城隍爷塑像托在掌心的供养钱。这3种珍稀的金银铜钱，休想用普通铜钱蒙混过关。这第3嘛，要想进入小镇，必须得给我1袋钱当做过路费。这意思也就是说呀，各位仙家进入小镇只能带2袋钱，也最多只能用这2袋钱，在小镇内换2件法宝带出小镇，否则呢，任你搜刮到10件100件宝贝，都得一一还回去。还有这最后再提醒诸位选定之人一句，切莫对小镇内的人透露天机。另外，我看大家大多费了大价钱，多带了1位随行之人，可这随行之人是没有寻宝资格的，也请诸位好好约束手下的人。这是今天的信，赶紧拿上滚。说好了1封信1文钱的，这里一共10份，钱呢？只有5个子儿你拿着，剩下的5文钱先欠着那你可别忘了。谢谢。终于把最后1封信送完了。年轻人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来，抽1支签，让贫道帮你算上一卦，可以预知吉凶祸福。我没空，道长下次再说吧。年轻人，往日贫道替人解签要收10文钱，今儿破格例只收你3文钱。3文钱吗？这就对了吗？来，快过来，贫道这儿坐坐。年轻人，你可是贫道今日头一位客人，
只要你坐下抽签，贫道就给你写一张可以为先人祈福、积攒阴德的黄纸符文。啊，道长，我不筹钱，你能不能只帮我写一份为逝去的父母祈福的黄纸符？这可不行，贫道行事通俗无奇，解签加写符一起，收你5文钱。明明说是3文钱。加了黄纸符文，可不就是5文钱了吗？道长怎么知道我身上正好就只有5文钱啊？贫道看人福气厚薄，财运多广，一向很准。年轻人，你也不要紧张，这福气和财运呐，那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一切平常心看待便是。道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5文钱都给你，也不抽签了，就是请道长能将那张黄纸符文写得比平时更好一点，行吗？也可以。那你便说说你爹娘的姓名、籍贯还有生辰吧。人站在门槛内，将黄纸门槛外就行了。好，这是5文钱，多谢道长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陈平安命里8尺，莫求1丈啊！我娘说你故事讲的不赖，让我给你送几个铜板，可算让我找到你了。哎，慢着，我这碗里可不能随便放。咋啦？你一个说书的，这不用赏钱？你傻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我这碗里可装着不得了的稀罕玩意儿，装不得你这铜钱儿。稀罕玩意儿是什么？快给我看看。这怎么能随便看？哎，你笑什么？该给我看你的碗了吧？不急啊！昨日老夫说书之时，曾听百姓们说，你们这镇上啊有口铁锁井，不如你带我去看看那口井，再跟我讲讲那口井的故事。若是你答应的话，我可不止让你看我这白碗，我还会给你变个戏法，如何？你可不许再反悔，要不然刚到铁锁井就会一头栽进去，到时候我可不会给你捞。要不就突然打了个雷，刚好焦炭。到时候我就拿块石头把你一点点。行了，肯定不反悔。你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？跟我娘喽。你跟我来吧，绕过前面的牌坊就是铁锁井啦。走吧。至于那井故事嘛，讲就讲，我都听得耳朵起茧。你知道那铁锁井为啥叫铁锁井吗？为啥呀？因为那口井里自古也就有一根手臂那么粗的铁链，链子的另一头啊拴着龙。镇上谁要是把那铁链拽出井里，每拽1尺就会少活1年。嚯，这么邪乎！管他邪乎不邪乎呢，我这故事可说完了。那铁锁井也找到了，该给我看你的碗了吧？哎，孩子，你我有缘，给你看看这碗里的玄妙也并无不可。但是呢，看过之后，你可不许对任何外人提起，包括你那位娘亲。哎呀，废话那么多，赶紧开始吧。哎，陈明，你快过来，蹲这儿，别说话。顾团，怎么了？又让你娘发火了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碰到个怪人，他手里那只白碗能够一直往外倒水。你看，才这么点大的碗，我亲眼看到他倒水，倒了快1大缸的量。可吓死我了！那家伙好像还在背后跟着我呢。你说他该不是要抓住我，把我给杀了吧？你说那个环树下的说书先生？哎呦，可不就是他！走手上没什么力气，连我都提不起来。可他那口破碗是真瘆人啊，瘆人的很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别说话，有脚步声，他好像过来了。又走远了。陈平安，那家伙不会是去我家了吧？咋办啊？走吧，我陪你回你家看。哎呀，这又死哪去了？让刘先生等这半天。平安呐，谢谢你送顾餐回来哈。你看婶子这家也来客人了，就不留你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吃饭吧。知道你这水缸里养的是什么吗？还能有啥？我从溪里摸上来的鱼虾螃蟹，还有田里钓上来的泥鳅黄鳝。你要是喜欢就拿走好了，别客气。泥鳅黄鳝，小贼，过来看看这碗里有什么呀？哎，这是那条泥鳅，我记得它是我从陈平安那儿要来的。闭嘴！娘，你干嘛打我？
这本来就是陈平安的吧？故事不用如此紧张。吾辈修行之人，为了求证长生，时常行大逆不道之事，这点争夺也不算什么。该是你儿子的逃不掉，不该是那个少年的，他也守不住。当然了，就算原本是那少年的，那又如何呢？如今有老夫亲自坐镇，那也就不是他的了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嫡传弟子。这大白碗呢，是我的法器，里面装着整条江水，如今还帮你养着一条小蛟龙了。什么蛟龙？我不能要，它是陈平安的。顾灿，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了，给我反省不领出来！有此慈悲心肠，也并非全属坏事，只是他这种心肠啊，却不利于他以后的修行。看来呀，我这个做师傅的，为了这弟子未来能够在登仙路上御风化龙，必须要为他做点谋划，帮他了结心结了。监师说的心结是指？那自然是解决陈平安了。那少年身世如何呀？顾氏，陈平安那孩子是5月初5生的，咱们小巷老一辈的街坊邻居都说，这是一年当中最不吉利的日子了，很容易招来脏东西，还会连累家人。5月初5有点意思啊。容我算算。这陈平安爹娘的姓名和生辰八字你知道吗？只知道名字。得到陈平安父母的姓名后，刘志老再次掐神色。眼前是雕虫小技，诡异伎俩，我算过了。陈平安他爹死于非命，多半是无意间知晓了小镇的秘密。可惜呀，运气远不如你们家好，祖上的福音呢，更比不得你家多。最后那男人为了陈平安的安危，就偷偷打碎了那个孩子的本命瓷器。如此一来，自然让小镇外买了那个孩子的某座宗门落了空。这可是好大一笔投入啊，一个小窑工哪里赔得起，只好以命相抵，一条命不够就加上他媳妇的。说来可笑啊，窑工对某些人来说太微不足道，才让老夫这么容易的便算了出来。这么懂事的孩子，还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柯南华，这里真是你说的隐蔽福地之一？为何我家老祖之前给我的地图上并没有着重标出这项？这里面真有天大的机缘法宝？有还是没有？蔡仙子进去看了便知。只是若你我真在这巷子里得了意外之喜，仙子又该如何报答我呢？报答？任君采撷，如何？蔡仙子说笑了，我们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。这条泥坪巷里的2户人家中，有根骨福运俱佳的好胚子。这2户人家分别是一对主仆和一对母子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可以让你先任选其一，条件是以后你们云霞山的特产云根石每年都得给我们老龙城10块。当然，能不能顺利将人收归宗门，那我们就各凭本事了。当然可以啊。至于那2人，宋吉星和顾灿嘛，我选顾灿好了。可以。另外，除了这2个好胚子之外，你一旦在此地获得了什么其他的机缘与法宝，必须交出，由你我双方祖师鉴定，给出一个公道的价格。之后，你们云霞山必须拿出1半的等价云根石，以此来答谢此次我们老龙城提供的地图之意。蔡金简，你可答应？或者说，你能否确定，你蔡金简应承了的事，你们云霞山的那几位祖师爷也会无条件点头认可？当然可。如此最好。虽说这小镇内有圣人坐镇，平衡着各方势，但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听沟里翻了船，到时候惹来那帮老子们的雷霆震怒，别说我福南华和你蔡金简，就是我们的父母师傅。总之，你我能否鲤鱼跳龙门，便在此一举。知道了。所以在小镇这段时，就拜托福大公子与我坦诚相见，精诚合作喽。走吧，我们也别在这巷口傻站着了。那少年，我们早上在城门那儿也见过，如今又碰见，你说他会不会也是与我们有缘的好胚子？很巧啊，小兄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们有事吗？这里是叫泥坪巷吧？这边是不是住着一个叫宋吉新的人，还有一个叫顾灿的小孩？我是京城人士，我们家和宋吉新父亲是世交。我身边这位姐姐姓蔡，是顾灿他娘亲的娘家人，我们是来寻亲的，又刚巧凑在了一起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你说巧不巧？啊，是很巧。所以你知道这2家人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小弟弟，说谎可不好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你帮我们一个小忙，
我就送你一样东西，如何？喂，你们谁呀？我恍惚听到有人找我。你就是宋吉星吧？我找你，我身边这位姐姐要找顾灿，你能帮忙吗？你认识我？我当然不认识你，但我认识如今在礼部任职的宋大人。哼，他呀，那好吧，要我帮你找鼻涕虫顾灿，可以。好处是什么？这玉佩归你了。这玉佩成色看起来倒不似凡品，哼，还算会有成。志归，你去吧，带那姐姐去顾灿家。大家伙记住一句话：天宇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小心你身后。不是，我可不是什么吃不得苦的娇柔千金，但云霞山以无瑕无垢著称于世，向来见不得不洁之物。若不是为了宗门兴衰，我蔡金简一辈子都不会走进这么一个藏污纳垢的小巷，踩到如此恶心之物。如今这个穷酸小子居然敢如此侮辱我，简直就是找死！蔡金简，住手！小家伙，我知道你刚才提醒我的时候故意放慢了速度。蔡金简，三思而后行，在此杀人，当心被逐出小镇。到时不仅是整座云霞山会沦为天大的笑柄，也会连累老龙城的生命。如果你接下来还是这么冲动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盟约便可以作废了。我可不想被你害得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若你实在静不下心来，还是多念念你云霞山的静心咒啊。哇，姐姐，你的睫毛很长啊！这个粗鄙至极的凡人蝼蚁，竟然敢三番两次的调戏于我！看来眼前这个小子便是我的心魔了。只要斩去心魔，我便能度过此劫，修行更进一步。蔡金简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先前你弹那孩子额头，已经使他往后会常年疾病缠身，如此惩戒一次就够了，为何还要打碎他的心口长生桥？难道你真想为了这么一个贱种，连大道机缘也不管不顾了吗？福大公子切莫惊慌，这正是我的大道机缘呢。没想到还未正式出手，便能先捞到一份顿悟。我对那个叫顾灿的少年可是更有信心了。顿悟？真的？这大概就叫做走狗屎运了吧。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做什么，只是最多再过半年你就要死了。宋吉新，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与你们大不相同？哼，你是不是想说有一种人，他们可以生死人肉白骨，长生久世，道法无边啊？看来你是知道这小镇隐秘的。既如此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我们来这小镇就是买机缘的，不管你有什么，只要你肯开价，我砸锅卖铁也要买下来。刚才那女子视陈平安如蝼蚁，你对我为何如此客气？你我是同道中人，和那少年自然不同。大道之上，越是前行，身份贵贱、男女之别、年龄大小，皆是虚妄，毫无意义。哼，你这人挺上道，和你说话不吃力，就是做事也太拖泥带水。修行中人有恩怨，不该是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吗？你跟隔壁那个少年有仇，想借我的刀置他于死地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跟隔壁那个没了父母的小子，可是连架都没吵过。正说那陈平安无依无靠，如果死了，也不会有人来追究此事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跟他无怨无仇，况且刚才他要不是为了隐瞒我的住址，也不会惹来这场祸事。我又怎么会害他？那你刚刚压低声音说什么？斩草除根？哎呀，你听错了，你不是要买东西吗？走吧走吧，进屋再说。姓福的滚你大！当小爷是好糊弄的3岁稚童。你们进入小镇之前会有3袋铜钱，除去一袋子买路钱之后，每得手一份宝贝，无论大小，照理要送出1袋。1袋子铜钱多则30枚，少则20枚。可你这干瘪瘪的钱袋子里头有没有12枚？做买卖连这点诚信都不讲，也敢从小爷手里换机缘？既然没谈拢，那我就再开一次价，24枚金金供养钱。你这把山魈虎卖不卖？不卖，真不卖。真是头狼崽子。算了，最后关头不以节外生枝。我一想到将来也能像你这样弹指杀人，就无比的开心。
宋老弟不愧是同道中人，难怪让我如此惺惺相惜呀。废话少说，湖南话，我有2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，我除了卖给你一把山魈壶，还可以再拿出一件不输给他的老物件。说说看。第一，我要你给我3袋子金晶钱币，而不是2袋。可以。第2个条件，替我杀一个人。这不行，我们这些外来者不能在此处随意杀人，否则就要被立即逐出小镇，甚至有可能被削去一部分根骨，更连累家族失去此地一切机缘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可以静观其变，如何？那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想杀谁？总不会是隔壁那陈平安吧？哼，谁知道呢？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呢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先生，你为何要让我外出求学，又为何不跟我一起走？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此间事了，或许我们还有再见的机缘。先生，学生知道你不是俗人，这座小镇也不是寻常地方。哦，说说看。这座牌坊加上杏花巷的铁索井，还有传言桥底悬挂有2柄铁剑的廊桥、老槐树，桃叶巷的桃树，以及我赵家所在的福禄街每年张贴的谷雨帖、重阳帖等等，都很奇怪。就比如刚才那槐叶，为何会自动飞入我怀中？天底下又哪有树叶离开枝头的时候如此苍翠欲滴、新鲜娇嫩呢？行了，多说无益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以后需谨言慎行，切记祸从口出，知道吗？可是，先生，你今天为什么又要跟我说这么多呢？我本以为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，突然发现有些幕后人连这点时日也不愿意等了，所以这次我没办法带你离开小镇，需要你自己走出去。有些无伤大雅的真相也该透露一些给你，你呢，只当是听个故事就行，明白吗？学生其实不太明白，可既然是先生所说，学生一定会牢记在心。孺子可教。小镇即将有大事发生，能走一个便是一个吧。谨遵先生教诲。有脚步声，先生，有人来了。赵瑶，你该回学塾搬东西回家了。先生，我走吧，非礼勿视。那女子的手可已经握上刀柄了。是，先生。以后见到她，你一定要绕道而行啊？为什么？她锋锐无匹，注定是一把无鞘剑。可是，当然了，如果只是偷偷喜欢谁，道祖佛陀也拦不。咱们儒家的至圣先师也没说过要非礼勿私。可是他很香啊！哎呦，你先生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赵瑶，转过身去。我这个弟子确实冒犯了公爷，可是罪不至死吧？你怎么觉得那是你的事情，我不管，我怎么做是我的事情，但你可以管管看。障眼法并非障眼法，此方天地类似佛家所谓的小千世界，在坐镇之人面前，便是10位陆地神仙联手破阵，也不过是蚍蜉撼大树，何况是你。是谁教你的刀法和剑术？竟然沦落到被人空手夺白刃的地步，气不如人。道心不稳，姑娘，你暂时最好别跟我比较，有可能会妨碍你的武道心境。武道登顶，循序渐进，至关重要。受教。不错，并非是一味气焰跋扈的骄横女子，这就很好。刀先还你，这剑是。可惜这把剑只能承载2个字的分量，否则以你的资质根骨，该全部拿走这4个字。我不要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听说这里每隔60年就会换上一位3教中的圣人，来此主持一座大阵的运转，已经好几千年了。时不时有人从这里出去后，要么身怀异宝，要么修为突飞猛进，所以我就想来看看。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确定你就是那位主持大阵的圣人，不然当时我出手就不会那么直截了当。那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到底放弃了什么？那又如何？这不是我追求的剑道。真是好倔强的性子，姑娘，最好收起那把剑，
接下来小镇会很不太平，多一样东西防身，终归是好事情。此剑已认主有了灵性，你不要它，它却已经跟定你。吴爷爷，想不到这趟小镇之行竟如此顺利，除了那尾金色鲤鱼，竟然让我再找到了这方玉玺。殿下，来人了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殿下，此人也是外来者，突然出现在此地，可能会对殿下造成威胁。虽然我早就听闻修行路上三教九流鱼龙混杂，但我和他不过是一场萍水相逢，他这就要见财起意、杀人夺宝？哼！要是修行之人都是如此的话，那岂不是早就天下大乱了？若刚才我出手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得罪！回来！为何这女子竟能在此地随意驾驭飞剑？难道她的修为如此深不可测？看来是错怪姑娘了，该赔个不是。只是报上真名以后，怕是会有麻烦。哎，干脆用我那待在皇宫不出门的弟弟的名字吧。我叫高枕，是大隋益阳郡人士。吴爷爷若有得罪之处，我愿意向姑娘道歉和补偿。刚才你一言不合就要杀人，这若是在外面，面对一个像你这样的武道大宗师，你绝非对手。但是此刻，我只要假借飞剑，你必死。哼，你这丫头如此狂傲！吴爷爷，住口！这位姑娘，这件事是我们不对。如果您一定要追究，我愿意拿出这方玉玺作为谜底。这玉玺是我刚在小镇得到的宝物，只求姑娘不要追究先前吴爷爷的无心冒犯，他只是出于忠义，并无害人之心。殿下不可！老奴何等身份，此方玉玺却是殿下机缘所在，是世间罕有的纯粹宝物，甚至能够承载民间香火，不能给他。殿下，这是要活活逼死老奴啊！吴爷爷，我的话是不管用了吗？天之一隅的井底之蛙，倒是人人都喜欢敝帚自珍。将那方玉玺收回去吧。我一直都很喜欢一句话，叫君子不投人所好。起来吧，吴爷爷，这趟小镇之行我承蒙祖宗庇护，圆满完成，我们就不要横生枝节了，速速离开此地。是，殿下，老奴知晓事情的轻重缓急。不过如此。御马监掌印太监吴越无雕嗣，你为何不肯听从我的暗示，非要如此偏执行事？你可知忤逆主上，这是死罪。殿下，死罪活罪需要陛下亲自定夺。在咱家看来，人心不可测，殿下的安危是山岳之中，需摆在最首要的位置。咱家大隋用内库一半的积蓄才换来这个名额，绝不能有半点风险。只有他死了，咱家才……闭嘴！你这个老阉人，我不想听你的胡说八道。我只确定你毁了我的精心拉拢，就是个瞎子也知道那个能驾驭飞剑的少女是何等天赋异禀。这样的角色，莫说是大隋或是大黎，便是整个东宝平州，她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我只需要培养她10年，最多20年，她就能够成为我身后影子里最厉害的刺客。结果呢，全被你毁了。告诉我哟，不能讲，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你晕呐！哎呦，苍天呐！这么大的一个因果砸向我，贫道修行成前，挑不起这重担呀！哎，罢了罢了，人非草木，岂能没有恻隐之心？贫道岂是那种见死不救之人？哎，这把飞剑，你去老槐树那边戳一枚槐叶过来，贫道先替他吊住这一口元气。你家主人有些特殊，贫道不想为了救人耽误了他的修行前程，又是一桩新因果呀！你这笨贱还犹豫什么呀？早去一分，你家主人就能从鬼门关早走回来一步。去晚了，咱这一起也完蛋。让贫道来算算，将你送到小镇哪户人家，你既能活下来，对方也不至于家破人亡。只是这小镇600户人家，世世代代竟然此方秘境的气息，找个有气数萦绕的家伙轻而易举，可是找个穷光蛋，你整天喊他呀？还真有这么个可怜处啊！陈平安在家吗？道长，那个真偏需要你帮忙救个人。这姑娘是怎么受的伤？也许是摔的，也许是撞的。问那么多干嘛？先救人呢？
怎么救啊？你将这位姑娘先抱到屋里床上啊！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当然是先帮姑娘换身洁净的衣裳了。我给她换衣服啊？你给她换衣服？不，她是女的呀，我是男的。不是那个隔壁家智慧是女的，要不叫她？不可以，这件事绝不能让其他人插手，否则说了你反正又是一场因果，还不快去？哎呀，真的要帮她换衣服吗？不知道闭着眼睛能不能换。行了，陈斌，想什么呢？擦干净脸就可以了。福禄街那边有家小药铺，拿这个方子抓药去吧。道长，你刚才不是说捉弄你，快去抓药吧。道长，抓药的钱你有吗？难道你没有？我可是个穷光蛋。对了，我有这个。这个铜钱是昨日一个买了我看上的金鲤鱼的少年给我的，看着像是金子。道长，我拿这个给你换普通铜钱可以吗？这是金啊，用来买药应当够了。我车上还有一些钱，待会儿我全部换给你们。去抓药前，希望道长能答应我件事儿。如果答应，接下来道长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没问题。如果道长不答应，那这趟抓了药方，再帮道长接完了药，我就要赶人了。什么条件？你说说看。我爹娘去世的早，当时我很小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我都记得，就是我爹娘的脸就总是模模糊糊的，记不真切。所以如果我哪天突然死了，就是能不能麻烦道长帮我下辈子投胎，还做我爹娘的孩子？如若真的死了，还能有机会与父母重逢？道长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哪怕你能够在浩浩渺渺的英明之间侥幸与你爹娘相逢，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？难道真的会很高兴的问你，儿子你也来了？他们还能够爱情去投胎吗？你真以为世间有几人有那鸿福齐天的气数，能够生生世世做子女或是夫妻？贫道明明白白告诉你，休想！便是那些一言可让山河变色的上宗掌教，也无此通天本事。更何况是你陈平安，一个朝不保夕、3顿饱饭都没有的穷人呢？我真的想错了吗？贫道与你说3件事，你一一记清楚。第1件事是等宁姑娘身体好些，带着她去小镇外南边、西边找一对姓阮的妇女，切记是带着她一起去，否则你自己去100趟都没用。去了之后，哪怕死皮赖脸撒泼打滚，你也要争取做他们的帮工学徒。如此一来，宁姑娘也算是还清了你的人情，你也别觉得自己是占人家便宜。第2件事情是5月初5之后，你要经常去廊桥底下的小溪，捡石头也好，抓鱼摸虾也罢，随你。总之，经常去。心烦意乱的时候去，心生感应的时候更要去。至于收获如何，以你的那点机缘，天晓得。但好歹是勤能补拙了。若是这样还一无所获，你小子也就认命吧。好了。不是说好3件事吗？早就跟你说了，自己想去。按照贫道推算的命数来看，你爹娘早逝并非你的过错。既然不能死，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。姑娘，事先说好，人是贫道救下的，但背你进屋子，帮你摘去追帽，再给你洗脸，可都是另有其人。他叫陈平安，是这栋破败宅子的主人，父母双亡，当过烧瓷的窑匠。姑娘，你如果还有什么想问的，贫道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感谢道长救命之恩。无妨，举手之劳，姑娘无恙就好。道长不是东宝平州人士，姑娘也不是，对吧？贫道姓陆名尘，并无道号，平时称呼陆道人即可。那少年虽然有些事情不合礼节，但是事急从权，加上贫道也不曾想到姑娘痊愈如此之快，故而有所冒犯的地方，希望姑娘不要怪罪。陆道长，我不是蛮不讲理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你好，我爹姓宁，我娘姓姚，所以我叫宁瑶。你好，我爹姓陈，我娘也姓陈，所以我叫陈平安。哎呀，陈平安，药方既已抓回来了，贫道这就再给你写一份煎药的方子。这是个细致活，可千万马虎不得，切不可推脱责任，白白叫人家姑娘小看了去。道长难道之后就不管事情了？不是，这种生死大事，道长是不是亲自盯着比较稳妥一些啊？贫道这就要离开小镇了，南建国境内有贫道这一脉的宗门，有个典礼要召开，贫道想去亲眼看看。道长，可是我不识字。没关系，宁姑娘认得字，煎药之前也多问她相关事宜便是。对了，这药方你说好，小镇上书籍多是私人家藏，你购买不易。如果真想学字可以从贫道这副药方学起。一夜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宁姑娘，那咱们
后会有期。陆道长后会有期，大恩不言谢。宁姑娘，我能不能问你一点事情？可以，但涉及到机密或者隐私的话，我不会回答。像你们这样的外乡人来到小镇上，一般会待多久才离开？这不一定，有些人运气好，可能当天就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，然后离开小镇；有些人如果运气差，可能一辈子就交代在这里。比如我这批进小镇的8个人里面，那对母子和那对看起来像是爷孙的4个人，就属于大宗门出来的，人傻钱多，他们一看就不像是来去匆匆的，怎么着也要在小镇上待个几天。那个高个子、岁数不大的女人，她大概什么时候走？怎么，你喜欢她？不是，那个女人叫蔡金简，是云霞山弟子。唉，其实我听到你和陆道长的聊天了，知道你和他有些恩怨，所以你这是想报仇。我劝你一句，就算我们这些镇外来的人在小镇上暂时被压住了修为，但也不是你能招惹。不说那个蔡金简，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对母子里面的小孩子，他一拳打在你胸口上，也能让你呕出一大碗血来。我只是想知道，我们明明才第一次见面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他未必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，但怎么说呢？就像外出行走的时候，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，误杀了什么鸟雀蛇鼠，你也不会太在意的，对吧？在这些修行道法人的眼中啊，普通百姓差不多就相当于蝼蚁了。我不太擅长讲这些道理，但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大致懂了，只是有些无法接受，为什么那些人可以如此轻贱别人的性命？算了，不想这些了。宁姑娘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住在我这里好了，需要什么尽管说。那你住哪里？我认识一个人，这2天就去他那里住，你不用担心。他叫刘宪阳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宁姑娘，最后再拜托你一个事儿吧。如果有一天我回不来了，你就把这袋子金色的铜钱呢交给刘宪阳，让他以后帮我照看这栋宅子，也不用打扫，就偶尔修补一下就行了。如果能够在大年30的时候贴上门神和春联就更好了。但要是觉得这件事太麻烦，不做也没关系。那什么，家里面煎药的陶罐好像碎了，我去镇上再买一只。宁姑娘，你好好休息啊，别忘了我刚才的话。陈明阳，等等，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，但是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第一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们这些外人来到小镇之后，虽然体魄强健胜过常人，但除此之外跟你们没有什么两样。第二，我们不可以在小镇内杀人，一旦违反，无论什么原因都会被驱逐出去，这个代价很大，大到超出你的想象。第三，我们这些外来人若是到了危机时刻，哪怕拼着2手空空，什么机缘都得不到，也一定会出手反击，毕竟有命活下去才是最根本的事情。宁姑娘的意思是不是说出手一定要快，快到让那个人无法豁出去反击？对，出手要很快，更快，甚至是最快。比如我的目标就是要做到，无论是拔刀还是出剑，都是全天下最快的那个人。多谢姑娘指点。行了，我不管你要去做什么，但最好把药罐子买回来，我还等着喝药呢。好。前辈可是在书简湖前修的截江真君？哦，你认得老夫？晚辈云霞山蔡金简，10年前曾随着家父去过书简湖，观看老袁驼背出水的奇景，有幸远远目睹过前辈的风采，至今难忘。哦，是吗？真君，晚辈是想……看在你们宗门松霞老祖的份上，老夫不计较你不请自来，下不为例啊！出去吧，记得关门。是，晚辈先行告退。小蔡，记住不许捣乱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为了杀死陈平安，刚刚我在倪萍巷中动了3次手脚，每一次都可谓是神来之笔。第一次是让那个女子踩中狗屎，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；第二次则是让陈平安说话的速度变慢，使他原本是善意的提醒，听起来像是狡黠报复。至于第3次，则是让那个女子开悟，以为杀了陈平安也是一种机缘，所以就算他此时为权力动手，那陈平安活不了几日了。顾灿啊顾灿，为了收你这个徒弟，我可是折损了数十年的道行，才得到如今这个局面。你和那条蛟龙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怎么了，蔡仙子？可是收徒一事不顺利？顾灿已经被一位高人捷足先登，收为弟子了。那位截江真君刘志茂是书简湖的地头蛇之一，我们刚一见他便搬出我云霞山的掌门师祖来压制我，话都没说几句就被他给赶出来。截江真君，我怎么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？即便我老龙城位于东宝平州极南之地，消息是不太灵通，可是真君之位何其轩赫，我再孤陋寡闻也该有所了解。什么真君，不过是一个旁门左道吧。
真正的真君名号可是要义国君主亲自说封，而他那个截江真君不过是好事之人的阿谀奉承罢了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你要说服的那个宋吉星如何？那个少年啊，野心勃勃，天生聪颖，靠山不小，就是格局啊不够大。不过嘛，他与我倒算是一路人。唉，福兄是春风得意了，唯有我两手空空，不仅要送给你10块云根石，顾灿的事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也不知回去如何跟祖师爷们交代。蔡金简这次是死定了，除非有修为通天的陆地神仙愿意拿大半的修为来换取他的性命，死了也好，也省了脏了我的手。唉，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不过居然是这个小子，竟然能杀得了蔡金简。小兄弟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这个姐姐跟你无冤无仇，之前在倪萍巷里不过也是给你开个玩笑吧？你这边要杀人，你可知杀人是要偿命的？这小镇上空的眼睛太多，我可不能惹来那位圣人和云霞山那帮家伙的厌恶，还是要装个样子为蔡金简讨个公道。小子，我虽然来不及救下蔡仙子，也没法在小镇里杀了你，为蔡仙子报仇。可我既然亲眼看到了你行凶，就不得不教训教训你，否则我老龙城还有何颜面在这东宝平州上立足？只是教训吗？虚伪！别小看我的眼力。之前在倪萍巷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眼神充满杀意，跟现在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你分明是想置我于死地。有点意思，真是有点意思。我很好奇，你一个在这小镇中长大的孩子，不好，是陷阱！不可能，一个山下的蝼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力道？你们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明白，我这样的人以前都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小子，你杀了我就是死路一条，可你就算不杀我，也还是难逃一死。总归你是死定了。知道的，我其实不想杀你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只是你想害我才还手的。小子，你也配和我讲道理？我不杀你！到现在你还在说谎！可以了，这叫做止境。这个小镇的光阴被我运转大阵给暂停了。来，咱们一起走走，记住，跟紧我的脚步，尽量不要走出10步之外。当年真龙陨落于此，4位圣人亲自露面，订立契约，规定每60年换一人坐镇此地，帮忙看顾那条真龙死去后留下的残余气运。儒释道3教中人，加上一个兵家，4方为主，而其余东宝平州的诸子百家、洞天福地、仙家门第、豪伐大族等等，则都有一定的份额和机会来分这里的好处。久而久之，100年内有无买词的名额，几乎成了界定一个宗门世家是否一流地位的标志。先生说这些我听不懂，但都记下了。我也不奢望你当下能听明白，只不过是些铺垫，否则我若只是简单劝你别杀福南华，你肯定听不进去。之所以要你别杀人，不是我齐敬春兔死狐悲，更不是希望福南华和老龙城因此感恩，以后要许我好处。事实上正好相反，我儒家门生弟子推崇入世，对于修行中人的肆无忌惮最是抵触。若我今日是刚去山崖书院拜师求学的岁数，无论是截江真君刘志茂，还是老龙城少城主福南华，现在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？早给我一掌打得灰飞烟灭了。截江真君这人是谁啊？是顾灿家的那位说书先生吗？没错，他本名刘志茂，道号截江真君，其实是个旁门左道，虽然修为尚可，但品行实在低劣。蔡金简、福南华2人与你的恩怨，大半都是他在背后兴风作浪。更为歹毒的是，他最后还在你心头种下了一道歪门邪路的符箓，上书一心求死的4字真言，想让你失去活下去的意志。原来如此，还真是多亏陆闪道领一番开解了。至于那截江真君刘志茂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怎么，你就不好奇我既然知晓此事，为什么一直不出手帮你？先生自有先生的道理，我并不好奇。唉，我不是不想做，
而是不能做呀。此方小镇如同风吹日晒了3000年的老旧瓷器，易碎得很。你们终究是外人，又有大阵保护，只要行为不太过分，都不至于让瓷器崩碎。可我作为手捧瓷器的人，不管做什么，都只会让瓷器上的裂痕越来越多。若只是瓷器破碎也就罢了，但这小镇5、6千人的今生来世都尽在我手，我如何能掉以轻心？这是为何？不应该呀！那少年竟然没死，反倒是那云霞山的女弟子莫名其妙的死了。真是个废物，竟然栽在一个市井少年的手里，云霞山辛苦积攒下来的1000年声望就此毁于一旦了。仙长，既然我们家蔡儿已经拜师了，不如就放过陈平安。妇人之仁，真要有一副慈悲心肠，你我初见时就不该起杀心念志，这时候来跟老夫装女菩萨，要脸不要脸呢？乡野村夫见识短，以后顾粲随我返回书简湖后，你们母子相见的次数绝对不可太过频繁，以免妨碍了他的修行。你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，绝对没有异议啊！原先见着夫人还算有些风韵，刚动了出她做贴身奴婢的念，她便表现得如此俗不可耐，活该错过了一份有望步入修行门槛的福气。居然是芷静，没想到那位坐镇此地的圣人竟有这等本事。书简湖青霞岛岛主刘志茂恳请齐先生怜悯晚辈赤诚求道之心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先生大人圣人不计小人过，速速离去。先生放心，晚辈这就携带顾氏母子离开小镇。另外，敢问先生，晚辈身上这2袋金金铜钱应该如何处置啊？带走1人1篓，刚好是2份金元。铜钱留在院中即位，30年内不许离开书简湖半步。长者自不敢辞。齐先生的大恩大德，晚辈敏感五内，没齿难忘。顾氏，你立刻收拾一下，带着顾粲跟我速速离开此地。这么快就要走？可是……哎呀，废什么话，叫你走就走。是。对了，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？他爹死前留下个多宝阁，应该算老物件吧？是吗？在小镇上，或许得听齐敬春，只能是顾粲之物。但是到了书简湖，可就不好说了，那可就得听我。蔡金简和福南华就交由我处置吧。如今你有了这片怀业，就更不要看清生死，好好活下去才是对你爹娘最大的回报。至于之后云霞山、老龙城和截江真君3方势力，我不敢说他们永远不会找你的麻烦，但是10年内肯定不会来寻你的麻烦。运气好的话，你就算一直是个市井平民，也能够30年安然无恙。另外，你也无需对小镇心存忌讳。过不了多久，应该就再也没有那些算计。如果你想要20、30年安稳日子，不妨就在小镇里找个姑娘娶了，成家立业便是。如果你想要去小镇之外，见识一下真正的天地景象，也是好事情。所谓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是，多谢先生的教诲。这根簪子就当是离别赠礼好了。其实我与你一样，曾经也是陋巷少年，后来发奋苦读，经历重重磨难坎坷，才进入山崖书院拜师求学的那段时光，是我齐敬春这辈子最开心的岁月。我先生出山之时便给了我这根簪子，算是对我的一种期许和嘱托。只可惜这么多年来，我做的一直不好。此物既然是先生的先生留给您的，那可就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在小镇逗留了将近60年，一直有个小心结不得解开，可惜恩师已逝。我原本以为这辈子都得不到答案，可你却无意间帮我解惑，所以我将这根簪子送于情于理都很合适。多谢先生。陈平安，记住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你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。行了，你进屋去吧。先生来这泥平巷，可是又想要找我的麻烦？我们2个继续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好吗？原先确实是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一个小小的奴婢也就只有绕着你走，不敢反抗。可如今嘛，听说先生那座不知在几千万里以外的法脉道场好像出了点问题，那如今我可不怕你。王珠啊，该叫你智归了。宋吉新起的名字不错。智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虽然你是由最后一条真龙的龙珠所化，但你当真以为几千年前的4位圣人，除了联手订立的小镇规矩以外，真的没有留下半点后手来克制你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坐井观天罢了。
齐先生，你莫要拿话来唬我。我不是我家少爷宋吉新，对你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不感兴趣，也从来不信。先生不妨与我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要打就打，是生是死我都接着。我知道你不日就要与宋吉新离开小镇了，我劝你离开之后不要得寸进尺，竭泽而渔，无论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尤其是你和宋吉新踏上修行大道之后，不管是否结为道侣，都应当收敛锐气，不可肆意跋扈。这并非是什么威胁，而是离别之际，我的一些肺腑之言，也算是善意的提醒。善意？数千年来，你这些了不得的修行中人一直高高在上，将整个小镇画地为牢，当成了一块庄稼地，拿我的龙气蕴养机缘，今年割一茬，明年拔一捆的，年复一年，千年不变。怎么到了现在，居然跟我这个孽障说起了与人为善？我听少爷说过一句话，叫做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类。所以说也怪不得齐先生，毕竟你们是人，而我是……你是什么？60年佛门梵音，身上60年道家路说似虎之躯，死要拉扯我的身躯。60年儒家的浩然正气遮天蔽日，让我无处可躲。用60年兵家剑气不停践踏洞穿着，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人，你们就要这样对我？60年的三教一家便换一种方式轮流折磨我，整整3000年了，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，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大道吗？你居然还要劝我向善，这世上居然有善！先生见过吗？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东西。我知道你心底有着无穷无尽的愤怒和怨恨，而我也并非容不得异类。跟你讲10000句教诲道理也没用，你只需记住，只要我齐敬春在世一天，还有资格坐镇这小镇一日，你这忘恩负义的孽障就别想张牙舞爪。我忘恩负义？当年在你逃出锁龙井最虚弱的时候，不得不低头俯首，主动与人缔结契约来续命。是谁在倪萍巷的大雪中救了你？陈平安。而你又是怎么做？你明明与陈平安签订了契约，却又在发现隔壁的宋吉新气运更足之后，转身投靠了他，甚至还在这些年一点一点的让宋吉新蚕食掉了陈平安仅剩的气数。你还敢说自己不是忘恩负义？饿了就要找东西吃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再说了，他本来就没什么大的基因，早死没太，说不定下辈子还有点暖的希望。你给我住嘴！大道之玄，天理昭昭，一个人的人生命数，岂是你可以一言决断？你又有什么资格替他陈平安做选择？这孽障太够嚣张了！给我跪下！你们可以压我的头，但我绝对不认错！大胆孽障，别忘了，这一线生机是圣人们给你，并非你自己争取来的，否则别说镇压你3000年，就是3万年，又有何难？是。让磕3次头，是要你分别礼敬天地、苍生、大道。志贵，最后再送你一句话：天行健，君子必自强不息。先生今日教诲都被记下了，那你便好自为之吧。我呸！什么玩意儿？陈天，开门！再不滚出来，我就找人砍你，把你家一堆破烂都砸！我知道你在家里忙啥呢？难道是在跟宋吉新的小媳妇儿志归那个啥？好，我出来是吧？那我走了。喂，我可真走了。我这一走，你这辈子就甭想见着我了。我那些宝贝本来想着都留给你。少爷，你快出来啊！哎，谁打我？我。陈平安，你怎么站我身后？你没在家？管那么多干嘛呀？还不进来？这门口吹冷风啊？
这2袋钱你先拿着。这不是那外乡人拿了买机缘的金晶铜钱吗？难道是？你还记得去年我跟你要的那条小泥鳅不？有外乡人要给你买那条泥鳅，对不对？顾灿，我劝你千万别卖，打死都别卖。你不是还想着以后让你娘过上好日子吗？你一定要留着那个泥鳅，知不知道？我之前就想把泥鳅还给你的，可是娘心不上，还打了我一耳光。养妻子这个再都没打过我。还有那个说书老头儿，不知道是神仙还是鬼，怪吓人的很，也是把我带到了白碗里。然后那条泥鳅突然变得很大很大，比我家大水缸还要大。不许再说了，你听我说，泥鳅送给你了就是你的。顾灿，你还想不想以后让你娘过上好日子啊？能每天都吃上肉，让你娘用上胭脂水粉，买那种摸上去滑溜溜的绸缎衣裳。想就别说这些丧气话。你先告诉我，这2袋子钱是不是你偷偷拿出来的？这个我没有偷啊，是我捡的。小，你还骗得了我？把钱给我拿回去！你又打我，我就不拿回去。我明明是为你，你还为其他人。行了，看来顾灿多半就是齐先生口中那种有天赋有机缘的孩子之一了。可那个刘志茂人品实在低劣，顾灿认了此人做师傅，真是好事吗？不过退一步说，此人愿意收顾灿为徒，而不是坑蒙拐骗，是不是可以说明顾灿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？我应该留下顾灿吗？但是如果我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会不会害得顾灿和他娘亲被连累，被刘志茂报复？我娘曾经说过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这个孩子一看就是祸害1000年，以后也不会缺狗屎运的那种人。哇，这位姐姐你长得真俊，长得跟我家二姐一模一样。陈平安他家地方太小了，姐姐去我家坐坐吧。胡说八道，你娘就生了你一个，哪来的二姐？陈平安，你出息了呀，啥时候拐了个婆娘回家？有那洞房吗？可惜我是赶不上了，要不然我一定蹲墙角蹲，替你们神仙打架。哎，你又打我！抱歉啊，宁姑娘，他就这样，你别生气。哼，陈平安，那2袋子铜钱你最好收下来，省得以后反目成仇。而且你今天不让他少一些愧疚，也极有可能害得他在以后的修道过程中道心不稳。姐姐说的好有道理，头发长，见识也长，果然比隔壁某个小娘们靠谱。我在家里的水缸下面藏了一样东西，你得了空记得去拿。还有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听那老头子说要带我和我娘去一个叫舒锦湖青霞岛的地方，以后你要是混的媳妇儿都娶不起，就来找我。不是我吹牛，隔壁吃亏这种姿色的臭婆娘，我一送就送你17、18个。好，宁姑娘，你进屋歇着吧，我把陶罐买回来了，先帮你煎药。迎春钱、供养钱、压胜钱，挺巧啊，这3种金晶铜钱居然凑齐了。玉簪是齐先生送给我的，宁姑娘，你小心些。知道了。陈平安，你的事情如何了？能不能跟我说说？合适说吗？怎么担心我听了秘密后被谁杀人灭口？哼，爱说不说。那我就给你说说看。那截江真君刘志茂显然是罪魁祸首，不过蔡金简和傅南华也不是什么好鸟。若不是齐先生出来捣浆糊，你以后啊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这3方势力的围剿。说句难听的，杀你真的很容易。如果不是在小镇上，别说刘志茂，就是那个蔡金简，一根手指头就能将你碾压得魂飞魄散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啊！你之所以有这场劫难，全是因为那条泥鳅。为什么不将这些事情告诉那个叫顾灿的孩子？因为这样做不对。你呀，你还敢在这大言不惭的对不对的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拳头不够硬的话，就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对错。我才不管别人听不听呢，道理就是道理，是吧，宁姑娘？是你个大头鬼，看到你这副烂好人的样子就心烦。你的手没事吗？没事，我回来之前去外面找了些草药捣烂，已经给伤口敷上了。好了，说正事儿。如今坐镇此方天地的圣人，也就是你所说的那位学塾齐先生，虽然有心帮你收尾，好让你今后性命无忧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人力毕竟有限，哪怕是圣人也不例外。更何况那位齐先生的处境不妙，
恐怕以后就管不了你的生死。可我宁瑶不同，滴水之恩我涌泉相报，瞪我一眼，我睚眦必报。你呢，救了我一命，所以事后我自会帮你杀掉老龙城的符南华，或是舒简湖的刘之茂。但你要是2个都想杀，永绝后患的话，就得破财消灾了。宁姑娘，供养钱是哪一袋？就这个。那好吧，我留3枚供养钱就行，这其他的3袋子钱都送给你了。什么呀？你小时候脑子被门板夹过？没有啊，不过小时候帮人放牛，倒是经常被牛尾巴甩。你脑子没问题，干嘛要白送我3袋钱啊？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陈明安，你听好了啊，我宁瑶喜欢的男人一定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，全天下最厉害的大剑仙。什么道祖佛陀，什么儒家至圣，在他一剑面前也要低头让路。哼，你眼光不错。没有，但是我可不会答应。我没有喜欢你，一点点喜欢都没有。没有。哼，你以后就算娶到媳妇儿，都把你是个缺心眼。没关系，只要人好就行。所以宁姑娘也是来咱们小镇求机缘的吗？不是，我耗尽之前积攒下来的家底，再加上一个人情，才换来进小镇的名额。只是想让人帮我铸一把剑，最好能够合我的心意。至于锋利不锋利，能否承载海量剑气，则是其次的事情。铸剑？你们这最近不是来了个名声很大的打铁阮师傅吗？他其实就是来接替齐敬春的下一任兵家圣人，顺便在此地开炉铸剑。我听说他有个铁打不动的规矩，就是每30年只铸1把剑，所以我就想来碰碰运气，看他愿不愿意为我铸剑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也没辙，就当自己运气不好。阮师傅我见过，他虽然没有收我做学徒，但是人还是挺好的。宁姑娘，你要相信自己，好人有好报。哪来的好报？那懂个屁！年轻人，我看你印堂血红，如同烈火烹油，是大凶之兆呀！嘿嘿，你这倒是，以前天天在杏花巷那边偷瞄妇人，今天怎么讹上我啦？哦，你的法门就是破财消灾骗钱，对不对？边去，别挡小爷的道。慢，年轻人，我刚给你算了一卦。千万你可记好，指望今年百事昌，谁知命里有祸殃。无灾不可念神仙，欲得安稳当烧香，应当烧香啊！嘿，烧香是吧？看我先把你这车烧了！别！哈哈，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陈平安，赶紧开门，我有要紧事儿跟你说。刘宪阳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阮师傅那边打井吗？陈明，我今天来是给你带来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我家阮师傅出了小镇后，在南边的那条溪边突然说要挖口井，原先的人手不够，需要喊人来帮忙。我心想，他之前不是没收你做学徒吗？但帮忙还是可以的，于是要推荐你去了。阮师傅说可以，让你这2天自己过去啊。谢谢啊，打住，记在心里就好啊。对了，我这2天能不能去你那边住啊？我家里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这位姑娘受伤了，要在我这住几天。姑娘，我家宅子大，物件也齐全。姑娘不嫌弃的话，去我家住如何？嫌弃？姑娘你不晓得，之前有2户人在廊桥那边堵着我的路，哭着喊着求我把祖传宝甲卖给他们，我都没答应。倒霉催，那帮人害我差点被阮师傅骂死。姑娘，你也是来小镇碰运气的外乡人吧？我刘宪阳虽然未必卖给你，但是让姑娘开眼界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不需要，我特地出来是想告诉你，你是个天生的贱胚子。不去就算了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我说的是飞剑的剑。马思人之所以在你9岁的时候没有带你出去，估计是想让你在小镇里汲取更多的灵气。现在看来这个选择对你有利，所以你在阮师傅那边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他正式收你为徒，最少是入室弟子，最好是嫡传门生。至于关门弟子你就不用奢望了，以你的根骨天资还没有好到那个夸张的地步。好的。陈明，过来，你救的这个姑娘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啊？她说的是实话，你别不当真。我就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劲。廊桥那边来找我买传家宝那2拨人，你猜是谁带的？是福禄街卢正传那龟孙子，就是小时候差点带人打死我那个。这不是黄鼠狼给鸡百年吗？我又没掉那钱眼去，凭啥给他们做买卖？何况那宝甲和剑经是我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老物件，我要卖了以后在梦里见着我爷爷还不给他骂个半死啊！刘新阳，你有没有把握做那个阮师傅的徒弟？我记得我第1天去的时候，阮师傅跟我说，先当一段时间的学徒帮工，收徒的事情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你力气大又肯干活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
这方面是没什么问题，只是阮师傅有个宝贝女儿特别能吃，当时把我给吓到了，于是就稍稍开了几句玩笑。结果那姑娘打铁时候看着特别生猛，偏偏平时特别腼腆害羞，我当时就把她给惹哭了。又不凑巧，跟阮师傅撞了个正着，当时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了，估计认图这个事情应该没啥希望了。陈平，你别生气呀，我反正也没想过给人当牛做马当徒弟。之前那个怪脾气的姚老头已经够咱们受的了，我是不是想着在铁匠铺那边混口饭吃了？那你经过老槐树那边的时候，身上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多出一些槐叶啊？槐叶没有，倒是碰上了那个经常偷瞄妇人的算命道士。他跟我说一些晦气话，什么印堂血红，什么大凶的，我差点把车给烧了。他说的应该是陆道长。晦气话？难道是陆道长临走之前算到刘宪阳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危险？宁姑娘，我能用3袋金晶铜钱拜托你解决刘宪阳这件事吗？另外，请你务必说清楚，这件事对你来说算不算麻烦？麻烦不小，但问题不大。不过这2天别让你朋友满大街的乱窜，毕竟我的伤还未恢复。好。至于钱的问题，2拨人2袋钱，让阮师傅认图一事又是1袋钱。总之，做成几件事我就收几袋钱。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下来，就能保你朋友的安全。收下吧。你这人可真奇怪啊！天底下多的是往自己兜里塞钱的人，偏偏你喜欢当个散财童子。钱是很重要，但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。陈平安，你疯了吧？你为啥要把钱给他呀？那是整整2袋子铜钱呀！够你花多久了？那是我的钱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我要是跟你借钱，你有脸皮催着我要我给你还？宁姑娘，你真的不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吗？都跟你说了没问题了，你这人婆婆妈妈的烦不烦啊？还说你不是个烂好人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正好现在有空，要不先去你家看看那副宝甲吧，至少得知道那2拨人到底为了什么对你起了歹心啊。行，陈平安，你不是要住我那儿吗？一起来吧。好。就是这件。这种奇怪的东西我从小见多了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我看看你这屋里，这柜子不错，不值钱，但上面镶嵌的这幅金桂跨月图，这玩意儿我打小就不喜欢。今天正好，姑娘要是中意啊，我就送给你，你自己刮下来便是。我是想说你别轻易卖了，这幅图是用什么材料画出来的？这柜子都是好几百年的物件了，我哪晓，就连我爷爷都说不出个1、2、3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小溪滩里捡来的石子吧，那些石子有很多种颜色，不过刘宪阳的长辈当年肯定是只选了金黄色的，先碾碎了再粘在一起，我们把这种石头叫做蛇胆石。石子稀里多不多？挺多的，宁姑娘要是想要，我能一天给你捡一大箩筐来。我们这边没有人待见这个，也就顾灿经常去捡捡。应该是只有顾灿识货，你们这些住在金山银山上的穷光蛋啊！这种石子在外面很值钱吗？这石子的价格高低也要看落在谁手里，若是落在懂行的人手里，就能卖上价钱。总的来说，这些石子是值钱的，而且很值钱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出小镇。说起来呀，那些石头是有些奇怪，它们只要被拿出小溪后，一旦经过风吹日晒或者下雨下雪，颜色很快就会变淡，除此之外没啥特别。果然如此，要不我明天去捡一箩筐来试试看，万一有例外呢？不用了，这些石头对我的用处不大。宁姑娘，你不用管陈平安，他呀就是个大财迷，说不定今晚就要去小溪摸石头去了。我先回去了，陈平安，你的簪子和药方我暂时替你保管，不过明天你还是要回倪萍巷来帮我熬药。没问题。对了，跟我差不多时候进入小镇的这波外乡人里最厉害的，应该就是正阳山的老头搬山员，他这趟是来专程护送小女孩，接下来才是打上午的那个大隋宦官，之后是带走顾灿的刘志茂，那个笑里藏刀的青通城妇人也别小觑。所以你们要是遇上正阳山的那个老家伙，尽量别争执，若是真的起了冲突，只管拖延时间，不许跟他动手，一定要拖到我出现为止。在咱们的地盘上，这些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佬，真敢杀人不成？敢！你还记得陆道长，就是那个算命先生是怎么说你的吗？这我哪记清了，都是些晦气话，什么有大祸要烧香之类的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。当时只当他是胡说八道，坑人骗钱来着。宁姑娘，看能不能知道陆道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才签文都记不了，我怎么解签啊？真当我是神仙？好了，我走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
宁姑娘，明天见啊！这是赶着去摸石头了，居然还真有这样的财迷啊！说起来，这些石子儿就像是我早年跟随姚老头翻山越岭，四处尝过的各座山头的土一样，每块土壤都是截然不同的滋味。而且那些泥巴只要离开了原本的土地，很快就会变味儿。这些石头也是一个道理，离开了自己原本的河道就会褪色。多少流水只为今晚，残梦回魂去不再。这姑娘不会是饿死鬼投胎吧？不然怎么会大半夜饿得这么可怜兮兮的？我要是走过去了，万一打扰了她吃宵夜的心情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可是照往年的情形来看，那个水坑里的蛇胆石比起小溪其他地方都更大更漂亮，我要是不去碰碰运气也太可惜了。算了，我还是等这位姑娘吃完了宵夜再过去吧。这么久啊，这姑娘也太能吃了吧！她的肚子难道是个无底洞吗？算了，再等一下。谁？姑娘，你慢慢吃，不要着急。那个，你不是带了水壶吗？喝点水就好了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？好像之前爹说要收徒弟，他也来过，但是没有被爹看上。糟了，他认不认得我呀？会不会去和爹告状？哎，那个谁，你怎么不继续赶路了呀？我不是路过这里，我要到你那边去，然后下到溪里捡石头。哦，那你过来吧，我给你让位置。真棒！居然有这么大条的石板鱼，若是今夜能够抓个10来条鱼，明天炖锅鱼汤给宁姑娘补补身体也不错。厉害！姑娘过奖。姑娘，你是想要这些鱼？那这3条就都给你好了，之后我再抓。好呀，你还要抓鱼吗？我还要抓，但抱歉啊，姑娘，接下来的鱼我要送给我朋友熬汤补身体，不能送给你了。那我能用这些糕点来换鱼吗？不行，糕点虽然能填饱肚子，但是不如鱼汤养人。好吧。这少女是真能吃，我记得刘仙阳曾经说过，阮师傅的闺女也有这种饭量，不会就是她吧？算了，谁都无所谓，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还是抓完鱼早些回去。这傻闺女，说了不让她吃东西，她还当真。若是饿，铺子哪儿不能吃？偏偏跑到这黑灯瞎火的地方，多危险啊！丫头，太晚了，跟爹回去吧。等再回。爹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之前为啥不收陈平安当学徒啊？我看他捉鱼一抓一个准儿，比你那些徒弟厉害多了。那玩意儿啊，后天的性情挺好，但是根骨太差了。就算爹收下他，他也只会被师兄弟们迅速拉开距离，不管怎么努力都赶不上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可是他人很好啊。人好有什么用啊？秀秀啊，你大概不知道，这玩意儿的本命词很早就被人打碎了，变成了孤魂野鬼一般的货色，根本不受祖荫的庇护，却又会吸引无数机缘散落在周身。这也是宋吉新要和他做邻居的原因，要不然以宋吉新的身份会不住在福禄街。爹的意思是，他有点像是鱼饵，吸引着机缘来到身边，可自己却得不到。差不多。爹呢，去廊桥见个人，你想在这吃糕点就吃嘛。吃慢点啊，没人跟你抢。爹现在啊，去见齐先生，他跟我说要商量什么事情，应该不打紧。那爹你早点回来。陈平安，你这没出息的贱泥胚，害死了自己爹娘，居然还有脸活在这世上啊！你天天和这个小浪蹄子搅在一起，是知道自己没本事娶媳妇儿，所以舔着个脸去勾搭别人家剩下的婢女吗？倒还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狗男女，你不如去求求他宋大少爷，让你们在一起好了。反正倪萍巷就是住垃圾贱种的地儿，以后生出来的孩子，说不定真的能在倪萍巷称王称霸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如何？老不死的东西，活该欠收拾！有本事你等着！我除了你，听好了，以后你再敢骂人，我就把你的舌头拔出来。你骂一个字，我就用针刺你一次。打人了！大家快来看呐！打人了呀！这镇子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再喊！哎呦，老天爷！我的命好苦呀！生了2个儿子不养我，只能和孙子相依为命。今天还要挨一个小贱婢的大骂！老天爷，你要是长眼就劈个雷下来，砸死这爱窃盗的贱人吧！哎呀！说起来，杏花巷那个脏兮兮的小傻子，就是你的孙子马苦玄吧？我劝你还是将他看好，别一天天的眼珠子粘在我的身上，抠都抠不下来。
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回家问问你孙子，看看他会跟你说什么疯话，是要娶我回家，还是要把老天一拳打出个窟窿来？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是带他去看看大夫吧，免得以后啊没人给你养老。哎，别谢我骂人和你没关系。我家少爷说他在书上看到过，早晚每逢初春就会有神仙身披金甲在云霄上击鼓，是为了辞旧迎新，震慑万邪。你家少爷确实读书多。我家少爷什么都好，就是懒散了些。再有他喜欢骂老天爷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反正老天爷听不到，骂也无所谓，就当是解气舒坦了。好像有点道理。哦，对了，陈平安，你昨晚是不是没回家，去刘县阳那边啦？家里有客人不方便。哦，哎，齐先生是不是跟你见过面，还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随便问问呀。今天我出门打水的时候，刚好碰见齐先生清晨散步，还问我你为什么不在家呢？我说我也不知道。之前倒是无意间遇见了齐先生，说的都是些家常话，劝我和刘县阳去学书读书什么，我就只能说家里穷没法子去。这样吗？要不你以为呢？宁姑娘在吗？我来给你煎药了。你这家伙居然把门钥匙留给一个外乡人，自己回家还要撬门，真是无药可救。刘县阳，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我今天本来打算去找阮师傅的，但是想时间还早，就先过来关心关心宁姑娘，顺便看看志贵。你只是为了看志贵吧？哎，陈明，刚才帮志贵挑水了是不是？听到声了，他就穿的什么衣服呀？是大红色那条石榴裙，还是浅绿色那条？等我再攒点文钱，就能买到那只银粉盒送给他了。都怪宋小气的不行。自己穿的人模狗样，可怜志贵一年到头没几件新衣裳。换成我是他家少爷，保准他要啥买啥。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不过你怎么不喊他王珠，也要喊志贵了？晓得你也不知道志贵两个字怎么写之后，我就无所谓啦。跟我比有啥用啊？跟宋吉新比呀，志贵又不是我丫鬟。那家伙也不是样样比你好，他这辈子都没叫过谁爹娘，这不就不如你陈平安了？难怪顾菜难娘嘛。婆婆这些姨娘们嘴巴毒，他宋吉新根本就是上任督造官的私生子，活该住在泥坪巷里过苦日子。刘县阳，虽然我和宋吉新算不上朋友，但你这么说人家也不太好了。我不说了，行了吧？哎，你这个认死理的烂脾气到底跟谁学的？切，赶紧跟你家小媳妇炖汤煎药去吧。有本事你当着宁姑娘的面说啊！我才不说，我又不是傻子。